杂阿含104经。如是我听说，有一次，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。当时有一位比丘名叫焰摩迦，他产生了错误的见解，说按照我对佛陀所说法律的理解，一个已经断尽烦恼的阿罗汉，在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，就再没有任何存在。当时有许多比丘听到他这样说，就走到他那里，问他：你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认为按照佛陀所说的法律，阿罗汉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，就再没有任何存在吗？焰摩迦回答：确实是这样，诸位尊者。这些比丘对焰摩迦说：不要诽谤世尊，诽谤世尊是不对的，世尊并没有这样说，你必须完全放弃这种邪恶的见解。当这些比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焰摩迦比丘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邪见，说：诸位尊者，只有这个才是真实的，其他都是虚妄的。他这样说了3次，这些比丘无法说服焰摩迦比丘，就离开了，去拜访尊者舍利弗，对他说：尊者请知道。那个焰摩迦比丘产生了这样的邪恶见解，说：我理解佛陀所说的法律，阿罗汉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就再没有任何存在。我们听到他这样说后，就去问他：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？他回答我们说：诸位尊者，确实是这样，其他都是愚蠢的说法。我们就对他说：你不要诽谤世尊，世尊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你应该放弃这种邪恶的见解。我们劝告他3次，但他依然不放弃这种邪恶的见解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尊者这里，希望尊者能让焰摩迦比丘停止这种邪恶的见解，是出于怜悯他。舍利弗说：是的，我将使他停止这种邪恶的见解。当时许多比丘听到舍利弗的话，欢喜赞同，然后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那时尊者舍利弗早晨穿好衣服，拿着钵进入舍卫城乞食。吃完饭出城后，回到精舍，放下衣服和钵，走到焰摩迦比丘那里。焰摩迦比丘远远看到尊者舍利弗来，就为他铺座位、洗脚，准备脚凳，迎接他，帮他拿衣服和钵，请他坐下。尊者舍利弗坐下，洗完脚后，对焰摩迦比丘说：你真的是这样说的吗？说：我理解世尊所说的法律，阿罗汉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就没有任何存在。焰摩迦比丘回答舍利弗：确实是这样，尊者舍利弗。舍利弗说：我现在问你，请随意回答，色物质是永恒的吗？还是无常的？回答：尊者舍利弗，是无常的。又问：如果是无常的，那就是苦的吗？回答：是苦的。又问：如果是无常、是苦、是变化的事物，多闻的圣弟子还会在其中看到我、忆我在其中吗？回答：不会，尊者舍利弗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如此。又问：色是如来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如来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又问：离开色有如来吗？离开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又问：色中有如来吗？受、想、行、识中有如来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又问：如来中有色吗？如来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识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又问：非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有如来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就这样，焰摩迦如来看到法的真实情况，住于无所得、无所施设。你怎么说？我理解世尊所说，阿罗汉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就没有任何存在，是合适的说法吗？回答：不是，尊者舍利弗。又问焰摩迦：你之前说，我理解世尊所说，阿罗汉身体坏灭、生命终结后就没有任何存在，为什么现在又说这不对呢？焰摩迦比丘说：尊者舍利弗，我先前不理解，因为无明，才产生这种邪恶的见解。听了尊者舍利弗的说法后，我的无明已经全部断除。又问焰摩迦：如果有人问你，比丘，你之前有那种邪恶的见解，现在你知道什么？已经完全远离了那些见解，你将如何回答？焰摩迦回答：尊者舍利弗，
如果有人这样问，我将这样回答：阿罗汉的色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苦，苦就是寂静、清凉，永远消失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如此。舍利弗说：好，好。焰摩迦比丘，你应该这样回答，因为阿罗汉的色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苦，如果是无常，是苦，就是生灭的事物。受、想、行、识也是如此。当尊者舍利弗说这些法的时候，焰摩迦比丘远离了尘垢，获得了法眼的清净。尊者舍利弗对焰摩迦比丘说：现在我要讲一个譬喻，智者通过譬喻可以理解，就像一个富有的少爷，家里非常富有，雇佣了很多仆人，小心地保护财产。有一个敌人假装亲近，成为仆人，总是寻找机会。他起得很早，睡得很晚，谨慎地服侍主人，说话温顺，让主人感到高兴。主人把他当作亲友、儿子，完全相信他，不防备他。最后，他拿出利刀，杀害了主人。焰摩迦比丘，你怎么看？那个敌人是真的当作长者的朋友，还是一开始就打算伤害他，一直等待机会，直到最后杀害他？而那个长者却没有察觉，一直受到伤害。回答：确实如此。尊者舍利弗问：如果长者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人是假装亲近要害他，会好好防备，不会受害吗？回答：是的，尊者舍利弗。同样的，焰摩迦比丘，愚昧无知的普通人对五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产生永恒、安全、无病的想法，认为有我和我的，紧紧抓住这五蕴，最终被这五蕴的敌人所伤害。就像那个长者被假装亲近的敌人所害，却浑然不觉。焰摩迦多闻的圣弟子把这五蕴看作是疾病、脓疮、刺痛、杀害，是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非我的、不属于我的。对这五蕴不执着、不接受，因为不接受所以不执着，因为不执着所以自知涅槃。我的生命已尽，梵行已建立，应该做的已经做了，自己知道不会再有后续的生命。当尊者舍利弗说这些法的时候，焰摩迦比丘没有产生烦恼，心得到解脱。尊者舍利弗为焰摩迦比丘说法、指导、教导、照亮，使其欢喜后，就从座位起身离开了。